在河北涉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竟发现了一座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村落。整个村落依山而建，老房子掩映在树林之间，远远望去，石墙、古巷、寨门尽都保存完好。可这座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，却早已人去楼空，变成了无人村。曾经热闹繁华的村庄，渐渐消失在了群山与岁月之中。今天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太行山深处，走进这座被时光遗忘的古村，看看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河北涉县的大山深处。我身后这个村子呢，据说是河北最大的无人村——乌渡老无人村。在村子鼎盛时期呢，有80户，将近300位村民居住于此。曾经热闹非凡的村庄，如今只剩下一片寂静。村里面的房屋呢，大多是清朝时期所建的。现在我们进村子里面去看一下。在村口呢，有一座类似于碉楼的建筑，这就是进村的大门。这座建筑保留的还挺好的，没有一点破损。哇，还是2层楼的设计。从外表看，它做工挺精美的。哎，这边有个楼梯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周围已是杂草丛生。这道门好窄呀，你看，没有1米吧，应该高度的话也没有多高。哦，原来是一座庙宇，你们看，这里面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。在墙上绘画的有很多壁画。那边那一幅已经风化的很严重了，你们看，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只能看个大概。这边这一幅稍微好一点，面容的话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可以看到他手里呢拿着一把大刀，应该是一位武将吧。从这位人物的画风来看的话，做工还是挺精美的。这面也是一样，已经看不清楚了。它这个墙就有意思了，仔细看，它是泥巴混合谷物，然后混合稻草，这样的话能增加泥巴的粘性。村子里面所有的房屋呢都是依山而建的，因为这边呢它是一个山区，没有那么平，房子只能这么建。我们只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然后就能到达任何我们想去的房子里面。这里还有一棵花椒树，大家有没有吃过花椒？调味品，哇，很香啊。这边呢，我们遇到2条岔路口，我想一下，先走哪边？我们先走这边吧。我们去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一下。有一部分的房子呢，它是好的，然后还有一部分呢，它是有一点危房了。这是一个石磨，用来磨谷物的。
这里这一间呢，有一面已经倒塌掉了。大家看出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吗？这是一个土炕，也就是一个床。它底下呢，它是可以生火的。像北方的话，它冬天是非常冷的，然后他们呢，睡觉需要往这个土炕里面烧火。烧火过后呢，它的床的表面呢，它会升温，就会变得暖和。这栋房子就比较特别了，应该建的年代应该不远。这栋房子呢是这种砖混结构，这里面全是一片狼藉。还是一个2层的，哇！笑死我了，有条蛇，这什么蛇？这是菜花蛇。算了，我们出去。看到我腿都发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栋房子就比较有意思了，你们看它这个城墙垒砌的非常高，得有10来米高吧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哎，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大门，结果不是，像是一个杂物间吧。刚才看到那条蛇之后呢，我都有阴影了，我害怕再遇到蛇。哦，这里进不去了，就是一个杂物间。看上面，这栋房子有一半已经破损了，都向外面倾斜了。然后这栋房子呢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，有点危险感觉。整个村子呢，非常的原生态，这些建筑呢也是古色古香的。这边这一栋建筑就比较大了，规模比较大，比较气派。1栋、2栋、3栋，哇！都是这种土屋。你们看，它表面呢是用泥巴糊的，然后内部呢是用那种石头。像这种风格的建筑，应该是最早期时期的建筑。哇，那么大的磨盘！像这么大的磨盘的话，应该是用那种用驴拉磨。一般人的话，他是没有那么大力气的。我们对面这栋也挺气派的。
这栋房子哈，它单的一个大门都做的这么气派，在以前应该是大户人家居住的。旁边是一棵核桃树，都结了很多果子，你们看。这边应该是厨房，因为在它的屋顶上呢有很多被烟熏过的痕迹。草深的地方呢，我们就不去了，我怕有小动物出没。哎，在这两侧呢各有一个门栓槽，这个呢是用来挡门的。这样的话，里面门一关的话，那个木头一挡，外面是开不进来的。按这栋房屋的建筑风格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清朝时期建的。刚才我们遇到蛇的那间，它全是用那种砖块砌的，应该是上个世纪建的。村子里面的房屋呢，就有两种风格，一种是清朝时期的，一种是上个世纪的。这种土石结构的应该是清朝时期的，像那种用烧制的砖造的，应该就是上个世纪的。好像每一户人家的门前都种了有花椒，这是一种天然的调味品。这里还有这种大石磨。这栋房子呢，进门还有一个大门，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大院子。那些房屋全部都已经有破损了。你们知道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吗？那个呢，我猜测应该是养家畜的，养鸡的。这种建造风格还蛮有意思的。在我们的南方呢，我是没有见过哈，我们那边呢都是用笼子养的。这是一棵梨树，还挂满了果实。这棵梨树看起来比较大了，比较老了，不知道是何时所种的，可能是这户房屋的主人种的吧。这里面果实还蛮多的，我们已经遇到好几种果树了。这是一棵柿子树，然后这个呢是桑葚，不过桑葚呢已经过季了，已经没有果子了。哇，这户人家就比较讲究了，你们看，在这个门的两侧呢，还有刻的有凤凰这种浮雕。
这一栋我是不敢往里面走了，你们看，感觉要随时要倒的感觉，我只能往边边上走。哎，这里过不去了，我们只能往回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房屋呢，大多是2层的一个设计，这就是2楼的样子。这里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，你们看，它那些木梁非常的粗壮，上面怎么有好多绳子呀？像在农村的话，2楼的话一般是属于阁楼，属于杂物间。这2楼上面是堆满了一些箩筐。哇，这上面还有字：6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，西风1935年10月，1935年，哇，好老了，这个已经有几十年了吧。哇，你们看，站在这个角度呢，就能看到这户人家的布局。这边呢就过不去了，全是杂草丛生。我们往回走吧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户呢，应该属于村里的大户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他们房子修得非常气派。其实这个村子挺大的，这一片全是房屋，有一半房屋都是保存挺完整的。这里也可以去到另外一边。在我们的左边呢，有一个大坑，底下呢有一些淤泥。这个大坑呢，应该是用来蓄水的。哇，这个房子就比较特别了，你们看。它这个瓦呢，不是烧制的那种瓦，是瓦片，是石片，就是用石头给它片成一片一片的，然后当瓦。这栋房子应该就是普通人居住的吧。你看，它那个应该是门，然后还有窗户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把它封起来了。底下呢，应该是一个坏掉的风车。走在村子里面还挺凉爽的，这是一个桃子树。这里的环境挺美的。这个村子呢，坐落于群山腹地，四周全是大山环绕，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边也有一座类似于碉楼的建筑，我感觉这边应该也是一座庙吧，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哦。哎，门锁住了，进不去了。看上边儿，上面呢是很多幅绘画，绘画的是栩栩如生。手里呢拿着一把大刀，应该是关公。这座庙里面呢，应该供奉的是关公吧。其实这个村子蛮大的，在那边呢还有很多房屋，有很多房屋呢都被那些杂草给覆盖住了，无从下脚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村子的历史吧。这个村的历史呢，可追溯到清朝，在清朝康熙年间，300多年前呢，山西襄垣呢有一户姓赵姓的兄弟，他们兄弟4人呢举家搬迁来到这里，在这里落户安家。从刚开始的几个人的村子，慢慢发展到了几百个人的村子。我们当前的海拔呢，大概在1000米左右。这里与山顶的落差的话，在200多米。因为交通不便的原因啊，很多村民已经陆陆续续的搬离到了这个村子，形成了现在的无人村。整个村子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，你们看，四周群山环绕，风景优美。像这样的古村落是越来越少了。我们也看到了，里面大部分房屋呢都是完好的。我觉得就这样荒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如果说能把它打造，能把它发展起来，那就更好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村庄怎么样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